是什么事情让一个做父亲的不管家庭，直接拿枪冲进医院急救中心，威胁一个医院的院长？接下来我们就好好了解下这个故事。在泰国的某个街区，看似平常的日子，在一个无人的巷子中，出现一个抽烟的男人。只见这个男人抽完烟后，就怀满心事的离开了这里。随后，在大街上出现了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叫林日朗。林日朗匆匆忙忙地穿梭在各个人群街道上，随后他来到了一个叫新塘医院的地方。他随手将一个点满火的火机丢入一个垃圾桶，垃圾桶着火，随即把医院急救中心的保安引出。趁保安在灭火的同时，林日朗直接进入医院急救中心。当医院的院长还在为人介绍急救中心的设施时，林日朗直接闯过医院大厅，分别来到2个大门，用铁棍还有铁链锁住2张大门，让外界无法轻易进入。随后卡住电梯大门，还有关闭急救中心的电路，关闭监控。随后来到大厅开枪。随后他手持手枪，神色冷峻地将枪口对准了医院院长。医院其他人慌张离开医院急救中心。随着大批警察包围医院急救中心，吸引大批观众还有记者围观。只见一名叫张正义的警察拿着喇叭，冲着急救中心里面大喊，让林日朗出门投降。然而林日朗通过对讲机对张警官提出2个小时前在新曼的一个心脏被人拿走，他让张警官在1个小时内拿回，不然他就开始杀人，还有找一个记者，其他不可以有人接近急救中心门口。然而张警官想要查看人质的安全和人数时，林日朗却是直接拒绝，并表示张警官现在需要抓紧找心脏，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张警官只能让人去调查林日朗资料，并且表示林日朗这个情况肯定有亲人在医院。林日朗持枪劫持医院的事情已经在各大电视台报道了，这一幕刚好被正在为新闻热点开会的李安琪看到。作为精明的记者，他立马在其中看到热点，于是他让人把上周二林日朗找他的视频监控。原来他与林日朗曾经有过一次共事经历，林日朗在上周二来找过他，并且想让他提供帮助，不过发生了一些误会，被人以为他在非礼李安琪，就这样被人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李安琪想要通过这个视频的报道来引起林日朗的注意，他想进入现场采访林日朗。李安琪的现场报道也刚好被林日朗的妻子看到，在惶恐担心的心情下，他拨通林日朗的手机，可惜最后并没有打通这个电话。张警官也是在看到报道的第一时间找到李安琪，并且原本的希望是不想李安琪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已经找了一个警员来冒充记者。不过被林日朗通过电视看到，就提出让李安琪进来，并且说只要李安琪进来，就让他知道为什么劫持医院。就在张警官一直在拒绝时，李安琪已经直接闯了过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李安琪顺利地进入了现场，并且在现场布置好了设备，对林日朗开始采访。在李安琪对这个事情开始询问的开始，林日朗也开始对着镜头直播慢慢讲述这个事情经过。原来林日朗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拥有漂亮温柔的妻子阿玲和懂事可爱的儿子小虫，一家人虽不富裕，却过着温馨快乐的日子。然而命运的无情之手却突然伸向了这个家庭。就在几天前，林日朗的儿子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看着自己的儿子在现场开心比赛，林日朗和妻子也是观众区开心的看着。就在所有人为林日朗儿子小虫进球开心的时候，小虫在球场毫无征兆的晕倒。林日朗夫妻看到，立刻抱住自己的儿子，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在医生不停救助下保住性命。然而在后面的诊断中，被一个叫达马的医生诊断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击垮了林日朗和阿玲。就在他们询问最好的医疗方式时，医生告知小虫必须立刻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就在他们答应手术时，却得知手续费最少200万。现场观众听到这个的时候，以为林日朗劫持医院是因为没有手续费，有人还在表示林日朗应该去抢劫医院，但是只有一个人表示并不是这么简单。林日朗如果是因为钱，就不是拿枪劫持医院。林日朗听到这句话后，也是继续往下叙述。原来林日朗在得知做手术需要高昂的费用后，就和自己的妻子阿玲想尽一切办法来筹款。他们去询问一些医疗的保险，跟自己的亲戚询问借钱，还有学校学生的捐款，但是距离200万还是寥寥无期。俩夫妻只能彼此依靠在一起，相互安慰，看着自己的房子，最后还是没有一点办法，只能卖了这个房子。看着房门关闭那刻，只能默然面对。就在夫妻2人还在担心自己儿子的病情时，达马医生却是给他们带来好消息，
医院找到了与小虫配型合适的心脏。这一消息让陷入绝望深渊的林日朗一家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在达马医生询问是否准备好了费用，林日朗要求达马医生让医生给他1个小时的时间，他会在这个时间内准备好。原来林日朗已经准备好去接高利贷，在面对高利贷没还带来的后果，却是不管不顾依然答应，拿着起钱就往医院赶去。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原本要前往医院立即救助小虫的心脏，却是一下飞机就被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拿走离开。然而林日朗还什么都不知道，他坐在出租车上打电话想通知妻子这个好消息。就在电话接通的同时，他得知救治儿子的心脏不见了，于是他急忙赶回医院。他还在幻想心脏不见的消息是假的。他一看到达马医生就高兴地跟他道谢，还拿出一些钱塞给达马医生感谢他。但是达马医生看到林日朗在给他塞钱，完全不听他说话，就大声制止并告知，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是心脏真的不见了。林日朗听到达马医生的话后，就询问自己的妻子听到的话看来是真的，于是他就把听到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林日朗的妻子在来找达马医生的时候，听到医院的院长在跟他说，让他同意把救治小虫心脏用来救治别人，并且表示这个决定是上面下达的，必须同意，即使达马医生用辞职来威胁也是没用。达马医生听完这个也是默认。林日朗在得到达马医生的确认后，整个人的内心被愤怒和绝望填满，走投无路之下，他做出了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决定，劫持医院，为儿子讨回公道。林日朗通过这次采访直播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将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并表示这个心脏就是被卫生局局长拿走了。屏幕前的警察和群众在听到林日朗的悲惨故事后陷入了沉默，许多人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在医院里，院长面对众人的质问，还在试图解释这是一场意外，对于心脏的去向却始终守口如瓶。在现场的观众在看到这个直播后，也是对那些高管还有医院的院长不满。卫生局局长也在电视上看到直播，也是心怀忐忑。就连张警官在得知后也是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发呆。然而随着媒体的发酵，张警官的徒弟当堪局长也是来到现场，就对他的处理结果不满，并表示他还放记者进去，让这事情闹大了。但是在看到李安琪安然无恙出来后，又立即表示非常感谢他的帮助。但是李安琪也只是随便感谢下就离开了。但是在离开的时候，还是交代跟他一起来的2个同事，让他们在现场好好看着事情发展，他自己要去调查一件事情。而我们的当堪局长就不简单了，一来就完全夺权，并表示林日朗是个编剧，他的整个故事发展都是按剧本来的，按这个发展下去会出现不好事情，所以他打算直接强攻，并且安排了特警让他通过通风管道进去，打算直接击杀林日朗。但是当堪不知道李安琪在离开的时候，他安排了2个同事在这盯着，而且他安排特警的事情也刚好被他们看到。而我们的张警官并不知道，他只是安排了自己的属下托尼去调查偷心脏的车。然而同在医院看病的病人还有家属在知道林日朗的事情后，他们并没有同情，反而是想让林日朗的妻子阿玲带着儿子小虫离开医院。他们担心林日朗的事情会影响到他们，但是阿玲却是直接表示谁要感动自己的儿子，他就跟谁拼命，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去了走廊。然而张警官来到医院，看到阿玲带着儿子在走廊，并没有关心，反而是让阿玲联系林日朗，让他自首。但是阿玲也是没惯着他，而是问他，要是他的儿子被人赶到走廊等死，他会怎么样？让张警官无言以对。就在张警官沉默的时候，他的徒弟安排的特警已经是顺着通风管道慢慢接近了林日朗所在的地方。就在当堪局长和张警官在监控上看特警接近林日朗时，殊不知李安琪的同事也把一个无人监控的鬼面娃娃也放了进去。就在特警已经到了林日朗所在的位置，已经打算用枪瞄准时，只见那个鬼面娃娃也到了特警面前，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让特警吓了一跳。就这样导致通风管倒塌，整个人都掉了下来，让下面的人都吓了一跳。这也导致一旁的柜子倒了下来，眼看就要砸到一个坐在轮椅的孕妇妹妹时，被达马医生还有其他几人一起救了下来。特警从通风管道摔下来，也害得在监控上看着视频的当堪局长和张警官吓了一跳，连忙关注那边的情况。林日朗在跑到特警身边后，就发现特警身上的监控器，他利用对讲机联系张警官，对他说他违反约定派了警察进来，还逼问张警官警察是猫还是老鼠。在得知回答是老鼠后，
就愤怒地踢掉了监控器。但是在看到刚刚那个差点受伤的孕妇在那里安慰还未出世的孩子时，让他心里有了动容。然后跟张警官说他要释放2个人质。当孕妇和自己的丈夫出来的时候，外面的群众在看到释放的人质的时，也是激动万分。但是孕妇在看到外面这么多人后，随即激动地表示，林日朗不是坏人，是个好爸爸，是个好人，抢走心脏的人才是坏人。就当张警官在对讲机里对林日朗说他做了件正确的事情，这时就看到自己的徒弟在那边紧张地跟他招手让他过去。当张警官过去后，才发现林日朗把刚才踢掉的监控器又放好了，现在正对着特警，而林日朗却是拿着枪对着特警直接开枪，然后对张警官说赶紧去找心脏，不然48分钟后他就杀第2个人。就在林日朗、张警官在这里斗智斗勇的时候，张警官的下属托尼已经在交通中心监控，对拿走心脏的汽车已经有了眉目。李安琪这里也是一样，他也去了器官捐赠中心调查。在器官捐赠中心，处长那里并没能如愿的得到信息，所以李安琪利用他的名片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夹在门上。等处长离开后，李安琪偷溜进去打开电脑查询，在电脑上面他看到了被修改信息，林日朗的儿子小虫那里信息显示已经移植成功。就在李安琪还要继续查看时，听到开门的声音，立马躲在衣柜里，刚躲好就见处长进来了。他直接走到办公桌那里看了下，然后拿出一把钥匙，原来是下班的时候忘记拿钥匙了。只见刚要离开的处长看到办公座下的名片，他知道有人进来了，于是他假装离开。李安琪在衣柜里躲了一会，以为处长离开了，就慢慢走了出来。可是他刚出来就被处长一把掐住脖子，压倒在地上，准备杀了他。就在危险时刻，张警官的手下托尼也来到这里并救下李安琪。原来托尼在交通中心查看到偷心脏的车子最后是进入了器官捐赠中心，